你一定要亲自的去拜访他，让他亲口告诉你古早味的咖喱鸡面是怎么做的。当时在旧的同济医院前，已经有一摊卖咖喱鸡面了。 70、80年代我跟他学的，他是全新加坡第一个创办咖喱面第一个人的，所以他就是原创人啊！他原创人。真的吗？confirm 吗？真的。今天呢，我要叫我们的 Chef Alvin 啊来学做这个白鱼饼啦。啊，讲真的，蛮多工的哈。哎呀，多工又赚不到钱。今天要煮多少公斤咖喱鸡？大约10公斤了。10公斤，您这个叶子不是要泡完？老板，不要害我嘞！10年就这样过去了，我的青春一去不回头，不能哭有鱼尾纹 ，No cry。哎 ，Brian， 你什么事情？为什么哭到这个样子？哎呦 ，Chef Alvin 啊，是啊我们只是1年不见哦。哎呦，可怜你哦，为什么老到这个样子？真的吗？哦。这一集呢，我们要还原的就是古早味的咖喱鸡面。那 Chef Alvin， 你跟这个咖喱鸡面啊有何渊源呢？我记得我20多年前刚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工作地点就靠近芳林素食中心。芳林素食中心里头有3家咖喱鸡面，我都吃过，差不多2、3天就吃一次。看得出来。那你呢？刚才看什么东西看到感动到流泪啊？你真的想知道啊哈？那你就跟着我一起时光倒流，回到2014年。我们家档口的历史就是在战争过后，我的爷爷就是阿公开始卖水果串，还有杨桃水。过后，在我爸爸11岁的时候，他就负起担起这个家。那么他自己一个人就推着那个3轮车做流动小贩，在卖 carrot cake。那么1964年，在他21岁的时候，他有一个固定档口，他就开始卖咖喱面。他原本是卖这个菜头粿的嘛，那为什么突然间呢不卖菜头粿，而开始卖这个咖喱鸡面？因为那个。哎，Brian， 老板真要说重点嘞，你为什么按暂停？因为我要看2014年的我啊！你看！再说啊，你一定要亲自的去拜访他，让他亲口告诉你古早味的咖喱鸡面是怎么做的，对不对？哦，So let's go。阿发，哎 ，Hello。哎，我们已经看了之前我们做的那个访问了。我们想知道你爸爸一开始是卖那个炒菜头粿的嘛，他怎么会改去卖这个咖喱鸡面呢？因为当时卖菜头粿的利润不高啊，1毛加蛋5分，卖咖喱鸡面利润会比较高一点。那时候已经卖3毛、5毛、7毛。可是重点是咖喱鸡面又是另外的一种食物，另外的一种味道。他去哪里学的？其实是他自创，他没有学的。不过当时在旧的同济医院前，已经有一摊卖咖喱鸡面了。那个人是泰国的潮州人。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从中国然后过去泰国的潮州人？应该是中国过去泰国吧。OK， 这个有待发掘。以前很多中国的潮州人去到泰国，然后再从泰国转来新加坡。那你知不知道现在那个泰国潮州人在哪里？他已经过世了，连他的儿子，这是2代人都过世。哦，
有说本地会流行咖喱鸡面，潮州人功不可没。据说二战后，有位曾落户泰国的潮州先辈迁居本地，卖起了咖喱鸡面。他使用泰式咖喱汤头的新香料，也参照泰式咖喱汤头的做法，却在口味方面舍弃了泰国人偏好的酸辣口味，改成了适合本地人的咸辣口味。由于1950年代本地人普遍爱吃白斩鸡，他便以白斩鸡搭配咖喱面，时刻吃面的同时，既能喝到咸香辛辣的咖喱汤，又能吃到滑嫩爽口的白斩鸡。因此，他的咖喱鸡面虏获了众多食客的味蕾，引起了其他摊贩仿效。既然是这个咖喱鸡面啊，我们就先从这个咖喱说起啊。爸爸那时候的那个人扒是不是自己得调配的？他自己配的，主要材料是3种辣椒干，大辣椒干、皱皮辣椒干，还有小辣椒干。除了辣椒干以外，我们会放红葱头、蓝姜、黄姜，还有那个马格辣。实力。刚才你就有提到啊，那个3种辣椒干啊，是你们家的一个秘方来的啦。我不敢说秘方啦，可能是特色。 OK， 那个汤本身呢，你是用清水呢，还是鸡汤？我们的是很像白斩鸡这样咯，先烫好那个鸡先，鸡熟了我就拿上来了，剩下那个汤就拿来做咖喱的那个汤底啦？香茅、软巴跟鸡汤一起煮，煮了味道上来，再加斑斓叶。它出味道的时候就可以加椰浆。OK， 这个椰浆呢，第1集跟第2集你都掺在一起呀？掺在一起的。所以第一个步骤一定是要先准备那个鸡。鸡对。爸爸的年代用的是什么鸡？一样是肉鸡啊，不用说用什么干绑鸡的。没有，干绑鸡太瘦了。母的肉鸡啦。对。OK， 煮那个鸡哈，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窍门呢？我们的鸡不是一直蒸在里面给它煮，我爸爸教我，就是你要吊上吊下，最少要吊60次，因为那个鸡屁股那边有一个洞，那个烫的滚水哈，就是能够煮到里面，那个鸡是从里面熟到外面啊。那个鸡60-70% 熟，我就会放一边，然后放调味料，我再把鸡放回去，给它滚一下子而已。你一看到有泡泡上来就关火，然后拿那个布盖着 ，steam 30分钟。30分钟之后啊，你拿出来的你会拿来浸水吗？会，室温的。哦，室温的啦。室温的，对，它的皮会有一点弹性。爸爸的年代啊，那时候的配料有哪一些呢？因为现在我看你的哈，你有那个白鱼饼、白斩鸡、马铃薯啦、导爆、鸡脚。对。像你爸爸的年代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猪皮啊，那个时候还有鸡内脏、鸡肝啊、鸡所有的那些对，而且还有鸡血。这些鸡内脏是跟咖喱一起煮呢，还是跟那个鸡汤一起煮？是跟鸡汤一起煮的，就是把内脏放在鸡汤里面，让它滚大概几分钟，它就熟了。就是像烫一下，用烫的，对，像吃火锅这样子。对，是，对。好，现在我们来谈谈啊，这个咖喱鸡面啊，最后一个元素啊，就是那个面嘛。当年你爸爸的年代啊，单单是只有面吗？还是米粉面，还是什么？就是米粉跟面。所以以前它是叫做咖喱鸡米粉面，对。不过来到现在哈，他们就很直接的统称就是咖喱鸡面了。哦，对，你看那边有写米粉面。米粉面，我们的招牌一路来都放米粉面。OK。这样你是怎么煮出啊一碗那个咖喱鸡面啊？它的整个步骤是怎么样的？米粉跟面跟豆芽一起烫，然后就会放鱼饼、马铃薯、打爆，然后再放白斩鸡，要过一次汤。配上一些辣椒油，把汤倒进去，给它的卖相好看。啊，那以前爸爸的做法也是一样吗？一样。OK。大家熟悉的日式咖喱饭呢，都是用那种咖喱块啊煮出来的。那其实啊，日式咖喱呢，除了搭配饭之外呢，也可以搭配这个乌冬面，还有拉面。所以今天我要吃的呢，就是日式咖喱炸鸡排拉面。Hello Brian， 你好。Freddie， 你好，你好。哇，为什么你的碗这样奇怪？右边的就是你的炸鸡排。
然后左边的呢就是这个咖喱面。增加特色感，不像本地的咖喱面。这次我以日式的方式去呈现这个咖喱。本地呢都会使用鸡汤，我的汤头呢使用日式的柴鱼高汤去调制，同时本地的呢都会使用新鲜的椰浆去调咖喱，而我这个呢我会使用那个苹果泥，还有一些优格去取代，使那个汤汁浓稠，带出一点香气。是有不一样，就是它的整体味道就不是一般的那种日式咖喱的那个味道。是的，我好像有吃到肉嘞。是的我在调制这个汤汁的时候呢，都会有加这个新鲜的3层肉碎，把肉碎炒香，使它带出猪油的香气。你是希望你的整个汤本身更多那个层次的味道？是的，口感也是带出不一样的口感。是，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惊喜。所以你们这边是拉面专卖店嘛？你们用的应该就是拉面嘛，对不对？是的，我们是使用呢吉吉利面，这吉吉面就是所谓的黄细面它的面呢特色就在呢它会带一点卷，使用的时候呢就会更容易沾上那个咖喱汤汁。原来如此。我们熟悉的本地的咖喱鸡面呢，都要有那个白鱼饼，你们也是有啦。不过这个是日式的。日式的。然后鸡你是有了，只不过你不是用白斩鸡，你用的是这个日式炸鸡排。对，这个炸鸡排呢，我们是用新鲜的面包糠裹在这个鸡腿肉下去油炸。新鲜的面包糠呢，炸了过后呢，口感会更香脆，也会保存着那个鸡肉的肉汁。是，当我咬下去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肉湿湿的，很多汁，好吃。吃了你的这碗面之后呢，我觉得你就保留了这个本地咖喱鸡面该有的那个元素，你也注入了那个日式料理风格，所以呢，就给予食客们呢一个不同样的味蕾享受。干杯的，嗨。さよなら。是第一家吗？本来你找我什么提示那个老板不是说嘛，他听说了早期在那个旧同济医院前面呢，就有一个小贩呢，他是卖咖喱鸡面的嘛，对，而且呢，他还听说他是泰国潮州人的嘛，对，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2005年的一份报道，你读上面这一段。来自潮州潮阳的吴克松是本地咖喱鸡面的发起人。他最先在泰国落户，10年后才迁居新加坡。1955年在同济医院小贩中心推出平平咖喱鸡面。这里还有写着，以泰式咖喱汤头的做法，减低咖喱粉和椰浆的用料，它改用10多只水煮鸡的鸡汤为汤底，又吸纳虾米熬汤法，添加10余种香料混合的咖喱粉在大碗盆里，因此咖喱汤头清淡鲜甜，和泰式咖喱汤头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我们的制作单位他们呢就找出了我们第一系列的古早味侦探他们有拍过这个档口，就是在狗的猫那边，他是卖那个海南鸡饭的，不过呢他也有卖这个咖喱鸡面。听说教他们做咖喱鸡面的这位师傅，他是中国的潮州人，他呢有去过泰国，然后呢从泰国呢就来到新加坡定居，或许这个人会不会就是他呢？江老板，嘿，，hello，郑老板，你是什么籍贯的人潮州人你是潮州人对。这样咖喱鸡面是谁教你怎么做的？我以前认识这个老师傅，在旧同济医院前，那时的时代，潮州人全部很喜欢集中在那边的啦。我也是住在那边。偶尔有空我们聚在一起，然后他就教我怎样做这个咖喱面。他叫做什么名啊？他是哪里的人啊？他是泰国过来新加坡的潮州人，姓吴。姓吴。OK， 他现在还在吗？过世了。过世了。
70、80年代我跟他学的，他是全新加坡第一个创办咖喱面第一个人的，所以他就是原创人啊。他原创人。真的吗？confirm 吗？真的。他的摊位叫做平平。OK， 等一下啊。那我不是给你看那份报道喽？对，他不是这样子写喽。啊，所以我们来对地方了，很好。所以那时候他教了你之后，你就开始卖了。还没有卖，我是89年跟我太太来这里我才卖咖喱鸡面和鸡饭。所以Tony，你是什么时候接手的？大概是2016这样吧。2位老了，不接手，放掉这么好吃的东西，很可惜。很厉害，卖瓜嘞，放掉那么好吃的东西嘞。喂，你讲他很你姓孝顺。王的啊。很大份，你真的是加了很多东西，不过很好，就因为它看起来非常的诱人呐，我决定了把问问题的棒子交给 LV， 然后我就忙着吃。哇，真的是很丰富了，有那个白斩鸡，有导包，有鸡脚啊，有猪皮啊，鱼饼，还有马铃薯。那现在的材料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白鱼饼，白色的嘞，那种是专门自己做的了。现在没有人要自己做了，很辛苦的啦。没有，重点是吴老板那时候哈，他是有那个白鱼饼嘛，所以他也是他自己亲手做的啦。啊，要自己做，用西刀鱼啊、黄鲟鱼啊。吴老板那时候他也是用猪皮，对不对？有的，以前哦，有时要快哦。柚子不够软啊！是，这个咖喱鸡里面有这个白斩鸡嘛？对，所以这个白斩鸡你们是怎么准备的？煮熟了，我们就会过一下冰水啊，所以那个鸡肉会特别的滑，是，然后会有那层 jelly 那种。古早的时候是没有进那个冰水？对，没有，完全没有，因为他们做好了就马上卖了。以前的煮法是水滚了，鸡直接放下去，材料里面有放一点盐、香茅、老姜。潘兰叶哦，对哈，因为吴老板呢，他是那个暹罗人嘛，对，暹罗那边 lemongrass 是一定在里头的，一定要用的。现在我们要谈那个汤头啦。先说一下吴老板他的那个咖喱汤啊，是用什么？只是用水而已吗？就是普通自来水吗？它打底是一点啊，好像这样而已。OK， 然后一把虾米放下去，斑斓叶，还有香茅。OK， 然后它一直滚了哦，你才把那个仁巴给加下去。那个鸡汤哦，它就倒进去，还有这些猪皮、导播啊、马铃薯。鸡脚给它去滚。OK， 现在跟我们谈一下哈，吴老板那时候他教你的仁巴哈，里头有些什么材料？里面呢，葱头、蒜头、麻辣酱、马格拉、虾米一定要的，南姜、黄姜、香茅掺在里面去炒。辣椒方面呢，他用的是什么辣椒？辣椒干。以前我们呢有炒花生，还有这个芝麻，然后搅碎放在龙巴里面。哦，那你们现在还有加这个吗？没有。现在我们的配料已经和那个辣椒干已经没有用，我们是用指天椒，然后那个芝麻我们也没有用，只是单用炒过的花生。哦，当然这个咖喱啊是少不了椰浆的嘛。对，这样。你知不知道哈，古早的 formula 是什么？当然知道，因为现在我们做还是一样，新鲜椰浆都是用椰丝解出来的嘛，对不对 ？OK。然后就把那个第一轮的先放一边，第二轮就比较薄了，没有这么浓稠，把第二轮先倒下去，最后的部分就是把那个浓稠的倒下去。哦，就是可以开始卖的时候，你才把它给加进去，要够甜、够辣、够香啊。重口味才好吃。郑老板啊，今天的久别重逢啊，是时间了。你看，20年前的我，28年前啊，哇！
这间餐馆的掌厨人呢，就是 Chef Sandra， 她是一名中餐师厨。每逢短假日的时候呢 ，Chef Sandra 就喜欢跟她的好朋友呢，到邻国马来西亚去那边呢吃吃喝喝。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呢就是怡保，所以呢，这间餐厅呢就以怡保的茶室呢作为设计概念，并主打的呢就是怡保美食。Hello Brian。Hello。哇哦。看起来非常的丰盛哦，所以这个是干的版本，干的，然后这个是汤的，所以看一下里头就有这个烧肉、叉烧、鸡丝、猪皮、鹌鹑蛋，有虾，还有哦猪耳朵，脆脆的。我这样看一下你的这个咖喱汤本身，因为它颜色就来得比较深，所以你是没有加椰浆的吗？没有加椰浆的。非常的不一样哦，不一样味道，真的是没有了那个椰浆呢，它的整个汤头喝起来呢是还蛮清爽的，就有那个海鲜的那种鲜在里头。因为我们汤头呢是用鸡骨、鱼骨，还有炒过的虾头，所以味道比较鲜。哦，怪不得。刚才你说你没有加椰浆，对，所以它没有那么浓稠。所以当我在吃的时候呢，我可以一直吃一直吃，而且啊，你的这个烧肉啊，因为浸泡在这个汤汁里头，我还以为它会失去它原有的那个味道。不过当你在咀嚼的时候呢，还可以吃到那个烧肉的那个香气啊。与此同时，我觉得你的叉烧的味道啊，在慢慢咀嚼的时候，全部都出来了，没有说被这个咖喱给掩盖掉。所以我觉得各自的味道还蛮鲜明的。对，你每一口可以搭不同的东西吃，每一口都不同味道。OK， 我现在要试啊，就是这个干的了。先看那个卖相啦啊，大致上呢，很明显的，一个有汤，一个没有汤。那个上面搭配的材料都是一样的吗？一样的，不过里面有加那个猪油，然后一波最出名的是那个黑酱油，会有淋一层黑酱油在上面。这两个的人趴都是一样的啦。一样的，对。味道会不会不同？非常的不同。不同，对吧？其实这一个的味道是来的比较重口味，这个的那个咖喱味呢是非常的鲜明。你们的人巴是怎么做的？我们是用油来炸那个咖喱叶，然后把咖喱叶捞出来，把配好的 spices 全部一起炒，然后炒的过程呢都要2个小时多，炒到它出油就算好了。所以你的版本的这个怡保式的这个咖喱面啊，跟怡保本身的咖喱面呢有什么不同？差不多一样的，不过我们的料会用的比较好，还有你看得到很足的料，所以是升级版的。升级版的，真的好吃。拜托了，还照镜子。哎 ，Brian 啊，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回到这个芳林熟食中心？难道你不知道吗？这里还有一档啊，是那个米其林推荐的咖喱鸡面。哦，没有，那个我知道。我是说那天我们访问阿发的时候啊，为什么不要一起来？哎呦，你没有搞错啊！一天吃2碗咖喱鸡面啊！我知道你可以，可以，我知道，可是我不可以呀。Anyway， 现在我们要去拜访的这位档主呢，他呢是可以教你如何制作这个白鱼饼的。啊，OK。王老板，哎，你好。哎，你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哈？对，很好。不过在那之前啊，是谁开始在这边卖那咖喱鸡面的？是我咯。哦，你就是创办人啦。啊，创办人。像你呢，你是他弟弟啦。对。所以就是 brother 的生意啦。OK， 所以谁教你的？啊，以前有一个年虾潮州年虾，他救啊。不过他救的都是比较厚的牛酿咖喱啦，它是鸡跟那个咖喱掺在一起煮的。哦，你是说生的鸡，然后跟咖喱一起在里面煮，那个是配饭的。配饭的面也是可以啦，不过不好吃啦，太腻了。OK。所以后来我就是一个海南人，他是卖海南鸡饭的啊，那他就叫我煮那个白斩鸡啊。后来我就灵机一动，2样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的咖喱比较清淡。很好，今天呢，我要叫我们的 Chef Alvin 啊来学做这个白鱼饼啦。啊，以前你们的白鱼饼是自己做的啦。对。那现在呢？
现在没有了，没有办法了，就有个供应商。供应商。所以你现在就教他做，从头到尾哈，你都不要动手哈。OK。全部都是由他来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看他的胸就知道啊，他是胸有成竹的。对。呀，谢了，过去。OK， 老板你就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用的是什么鱼啊？那个番薯鱼、细刀鱼2种鱼，比例呢？番薯鱼78%，细刀鱼38%。为什么要用那个细刀鱼？因为它的肉比较结实。OK， 好，所以第一个步骤，那个头啊，跟它切掉，然后这个分一半吗？一半。这个番薯鱼看来它的骨不会很多哈，不会很多。细刀鱼也是那个头啊切掉，分半。OK， 现在是最考功夫的了啊。现在怎么做？现在啊，你用这个汤匙啊，这样。啊，所以现在呢，就是要用这个小汤匙呢，把那个肉给刮出来啊。好，我试试看。OK，这样。这个细刀鱼很多骨，很多骨。你轻一点啊，这个不用太出力了。我知道你力很大，不过不用太出力。因为你太大力啊，连骨都给它刮出来了嘛。只要那个肉，不要那个骨了。OK， 差不多这个这个可以了，这个就可以了。番薯鱼的制作过程也是一样，一样。这样很顺的咯，你很快上手嘞。讲真的，蛮多工的哈。哎呀，多工赚不到钱。OK， 都好了。所以到了这个环节，是不是要跟它搅碎了？对，当然搅碎。所以以前都是用这种手动的那个绞肉器啊，已经是很先进的。如果没有，你就是用刀这样咚。有点小慢哦。用刀更容易。用刀啊？以后呢，我觉得你用刀哈，跟它咚，更快，对不对？这个太干了，太干了，就把刀拿来吧。差不多，这样可以了，差不多。下一个步骤是？差不多就放在那边哦，把它起揪，它才会滑，而且有弹性，它捏就会干，干了你就倒水下去。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要换原料啊，第一给它有味道，第二啊它比较结实，感觉得到了，可以了，很好。然后就把它赶快弄到美，然后把它浸泡在水里面。因为我肚子饿了，我要吃他们的咖喱鸡面啊，可以。我们制作像橄榄球这样啊，可以了。OK， 哇，美，大功告成。哇！来看看啊，你们的这个咖喱鸡面呢有什么配料哈？当然有这个白鱼饼、马铃薯、导爆，然后白斩鸡。可是古早味的它应该还有是猪皮、鸡内脏。那现在哈，你的这些配料跟以前是一样的煮法，还是有一些差别吗？以前我们开档的时候就是导爆放在这个锅里面，放咖喱汁，开火一滚我们就卖啊。现在不一样，就是我们煮导爆差不多15分钟到20分钟，煮过了 ，OK， 再放进去，所以导爆会软，它又会吸收咖喱汁。啊，那老板，以前那个煮咖喱汁的那个汤，纯粹都是鸡汤吗？没有，那时候我们有鱼骨，还有煮过鱼饼的水，还有掺的那个鸡汤、椰浆。以前我们有下那个扁鱼粉啊，现在没有了。不过潮州人煮东西其实放扁鱼粉是蛮理所当然的嘛。对。总的来说啦，古早味的咖喱鸡面啊，它是重口味的，它是比较咸、比较辣，是不是这样讲？对。OK。不要怀疑哦，在我前面的这盘美食呢，就是颠覆版本的咖喱鸡面。它是出自于擅长这个欧式还有日式料理的私厨 Chef Angus， 他呢就极力的跳出了自己的这个舒适圈啊，不断的尝试呢各种极具创意的烹饪方式。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我坐在你身旁，一直在这边呢称赞你呢。还好啊，谢谢你。所以你觉得我刚才讲的都是实话啦？如果你觉得是就是，不是，是我的撰稿觉得是。OK， 谢谢。所以这道创意料理是什么名堂？这是日式咖喱鸡肉卷，里面有包炒面。
先谈谈这个咖喱。首先我是炒那个人巴，再加鸡汤，后面我才下那个日式咖喱块来取代那个椰浆啊。所以你还是有那个人帕，对不对？对。日式的咖喱酱呢，就跟我们熟悉的本地的咖喱呢，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它的整个酱汁就会比较浓稠。对。所以你的鸡肉的处理方式就是，我是用欧式的烹饪方法来做一个 chicken roulette。我会起骨，把日式炒面塞在包菜里，做好像一个薄面，再把那个鸡肉包着包菜拿去蒸，蒸了再去煎，煎了切，再淋咖喱。好奇怪哦，它吃起来呢，的确像咖喱鸡面的一些味道，不过真的那个鸡肉啊，有那个鸡皮的那个香气。OK，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那个面啊，我是用日本的soba，里面有一些菜、豆皮，还有豆芽，当做好像 yakisoba 这样子炒。因为你的面本身是有炒过的，对，所以它是有自己的那个味道，外面再裹上那个酱汁的味道，真的是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创意的一个料理，你就结合了这个日式的那个 curry， 还有这个欧式的烹饪方法呢，把我们这个传统熟悉的咖喱鸡面呢，完全颠覆了。恭喜你，谢谢呀，明年再来报名。好。Chef Alvin， 我发现哦，你跟热带水果很有缘呢。怎么说呢？还记得吗？上一季啊，你不是要做那个粽子？对对对。哦，你就去砍那个香蕉树，然后用那个香蕉树的那个茎秆啊，的纤维呢，就做那个粽绳。对。今天呢，我带你呢，就是要去找一种水果，制作这个咖喱鸡面的重要食材。哦，我相信你说的应该是椰浆吧？哎，不要告诉我今天要爬椰树采椰子哦！拜托了，你看起来都不像 monkey。我跟你讲，椰子呢就不需要你去采，也轮不到你采。今天我们去了解要榨取这个椰浆的那个过程。Mr. D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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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介绍一下，这位是 Chef Alvin。哎 ，Chef 你好，你好，你好。他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猴子。哦，你的猴子啊，你要采椰子啊？他告诉我不需要采，不需要采，现在全部准备好了。OK， 那你们这个是家族生意嘛，对不对？我的父亲大概在1960年代开始，他是去甘榜采集椰子，我们在家里也是有一些椰园。哦。啊，然后我们就自己采下来，自己把它剥成毛椰子，然后供应给那些批发商。新加坡在1970年代大力发展嘛，然后椰子越来越少，我们就从马来西亚进口一些，还有本地也采购一些，然后就批发咯。那榨成椰浆的是哪一种椰子？榨成椰浆主要就是老椰，就是这个属于老椰啦。哦。去了果皮，然后它就变成这个毛椰子，毛椰子去到了那个椰衣跟椰壳啊，就变成了椰王。哦啊，椰子是这样，开花到结果需要1年。如果你要喝椰水的话，就是青色的啊，2到3个月是最好的。OK。要做椰浆呢，就是大概是8到11个月的椰子，啊，这个品质是最好的。那你可以介绍一下全机械化的那个过程就是怎么？第一个步骤就是清洗咯，清洗了就磨成椰丝，磨成椰丝了再把它逼成椰浆。逼成椰浆呢，就是在过滤，过滤了我们就会去杀菌，杀完菌我们就会去快速冷却，快速冷却了才去包装，人就可以出货了。古早的做法当然就不是这样，所以现在哈，你可不可以让我们的 chef 以古早的方式呢，弄出我们需要的椰浆？可以啊，你要不要试试看？他不是要不要试试看，他一定要试。老板，现在你就教他把这一个椰子啊变成椰浆哈。我们剥掉它的果皮，你来，可以吗？可以，因为你有力了。哦，你做简单的。啊，我做简单的，当然了。啊，慢慢这样转。啊，对，哇，很有力气，哇，很好。所以现在你就要把它给劈成一半。对 ，OK。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chef 用的呢，就是非常有这个古早味的 coconut scraper。上面这些全部都是椰丝，对，要拿去挤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要的那个椰浆。今天要煮多少公斤咖喱鸡？今天呢，我们要煮整桶来讲的话，大约10公斤了。10公斤，您这些椰子不是要泡完？我觉得，老板不要害我嘞，还要到明天好不好？10公斤对他来讲不是很难。所以老板挤椰浆啊。很简单的，就是这样子挤，对，就行了，对不对？是啊。可是你要记得了，档主有说过啊，有第1挤跟第2挤。现在我们要挤的就是第2轮的椰浆了，所以那个椰丝啊，其实是蛮干的，所以我们得加点水。对。够了吗？可以。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啊，第1轮的椰浆可以看到的是非常的厚，就很像那种鲜奶的感觉。第2轮的这个就当然是比较稀啦，我们就得把它给包装起来，我们还原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对，所以 chef， 凭肉眼这样子看，你认为这样的分量够吗？不够，应该是够了。你不够，所以意思浅浅，你就得继续啊，再刨多点椰丝，挤多点椰浆。Mr. Do， 餐厅在哪里啊？在那边啊。OK， 我们去喝咖啡，走。拜拜 ，Elvin。这一次呢，我们要还原的呢，就是古早味的咖喱鸡面啊。对，你看我们的制作组啊，他们特地找来了这个非常怀旧的一种地方，非常古早味，非常的古早味。这里呢，还有一个看似像推车的这间房子呢，又在大路旁。所以感觉上呢，我们真的就是在路旁做生意，回到了60年代。好，首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先煮那个白鱼饼。很好，来，就把之前已经做好的这个白鱼饼放在里面煮熟它。我们也会用这1桶水煮那个鱼头跟鱼骨，所以这锅就变成我们的鱼汤了。OK， 很好。然后我们现在在等这个鱼饼煮熟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准备那个鸡汤。是，我们加这个斑斓叶、香茅。跟我们切好的老姜，水煮开的时候，整只鸡就可以放进去了。很好，今天我们用的是什么鸡呢？我们用的是肉鸡，是母的肉鸡。大多的老板们都这么说。对，因为他们说钢板鸡太小、太结实了。是，感觉上呢，我就是钢板鸡，你呢就是肉鸡。我看那个水应该是滚了，那个鱼饼已经浮上水面了，我们就把它拿出来，放在一边给它冷却备用。我们现在可以把那个鱼头跟鱼骨加进去，很好。这个给它煮到它入味。现在在等水煮开的时候，我们就利用这一段时间来准备那个润巴。哦，那很好。润巴的材料我们有那个蒜头跟葱头，这个10粒虾米、香茅、黄姜、南姜，这个辣椒干，还有这个巴拉酱。OK， 今天你用的就是这个绞肉器哈，希望可以用，希望可以啦，可以的，可以啊，对，我会把葱头跟蒜头先搅碎，因为要先爆香，所以就其他的分开。OK， 你会不会觉得哈，你的这个进展有点慢啊？会的，不然你搅完这一轮之后哈，我们就改变用那个 mortar and pestle 啦，因为你这样子搅到来哈，天亮了，有可能呢要看长寿剧了。好啊，我这个葱头蒜头应该是差不多了，很好，感觉上我们会用一点时间啊，来看一下。OK， 这个水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把鸡给放进去了吗？可以，很好，就是等你的这一句话。那我现在用的是才艺表演，剁碎辣椒干。你用的有几种辣椒干啊？就用了1种，是那个皱皮辣椒干。对，因为那个有用3种的哈，也只有他们那一家而已嘛，对不对？对。这个虾米哈是来用在你的润巴里面的吗？一个是用在润巴，一个是用在那个虾米汤。OK， 可以了。我看你真的是做得不错，终于蒸好了。终于啊，那很好啊。现在你可以炒那个润巴了，对不对？可以。你第一个应该是要爆香这个巴拉찬。哇，好呛，好香啊，很香。
接着呢，我们加上去的就是蒜头还有红葱头，一定要煮得很熟，要不然的话呢，会有那个很生的味道在里面，就不好吃了。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个可以下了？就把我们的那些黄姜、蓝姜、香茅，还有那个实力加进去。你要不要多加点油啊，哥哥？好的，那个辣椒也是可以下。辣椒也可以下啦。对，虾米下。虾米下。对。本来在炒这个仁巴的汤呢，可能我们可以节省一点时间可以开始准备咖喱鸡面的配料。OK， 首先我就切白鱼饼，吃吃看，吃一口看。还好，味道还好，就是软了一点，我觉得。散了一点，对，有可能你这个是纯鱼肉的关系，所以吃起来呢，它就变成有一些粉粉的。OK， 我喜欢的这个猪皮，这个猪皮本身呢，你已经浸泡过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它的整个手感呢是软软的。好，这个豆腐呢，我们就要跟它切成条状嘛，对不对？OK， 因为这个比较长方形。哦，不好意思。哦。不是我的错，不是你的错啦，不然我的错啊。是我的错，我站得太靠近你了。OK， 马铃薯你会先煮熟了，再加进那个咖喱汤里头呢，还是跟那个咖喱汤汁一起煮 ？OK， 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仁巴哈的颜色越来越漂亮了。对，那个鸡怎么样了？不要等它熟透了，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拿出来了，是不是？我们要浸水吗？要室温呐，你还记得吗？他们都会浸泡在水里头。对，那个肉都已经散了。OK， 赶快浸泡在水里面。是不是时候加我们这2个材料啊？可以。这个是芝麻，这个是芝麻，这个是花生。那个老板有跟我们说过，他的确呢是有把这个花生还有这个芝麻给加进去。对。那你是不是需要些许的调味呢？先来一个糖。好，加盐，盐不要这样多哈。OK， 现在我可以继续跟你翻炒。你要不要先去拿那个鸡内脏去烫一下哈？穿烫一下啊。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鸡心、鸡肝，还有鸡胗。之前你记得吗？那个老板有说过，就用那个鸡汤来烫这个鸡的内脏，很像吃火锅这样子。这个内脏应该是 OK 了。我觉得这个仁巴呢，它已经是炒好了。现在我们是不是？我们先煮那个虾米汤先吧。是。虾米汤有虾米，有斑斓叶。跟香茅，然后下一步我们就把那个鸡汤跟鱼汤加进去。好，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煮法呢，是按照老板们说的，有3种不同的汤嘛，对不对？对。这个汤已经是在沸腾了对。我们需要把马铃薯给加进去，你还有这个扁鱼粉，可以下那个仁巴，这个是主角了。是，所以我们先加这个第2轮的比较稀一点的椰浆。我们就要把这个豆腐还有那个猪皮给加进去。OK， 现在呢，我们就要斩那个白斩鸡了。好，我觉得这个鸡煮的太久了，太嫩了。哇，这只鸡真的是有点烂了。这个是一个，刚才我们没有注意那个时间。没有关系啦，这个叫做错误的示范嘛，对不对？就这样子摆放在这里。好，我们掀开盖子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汤应该是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加那个第1轮挤的那个椰浆，那个最浓的那个。OK， 它颜色就马上变了，现在有那个椰浆的那个香气来了。以整体的那个颜色和卖相呢，它看起来就像我们去拜访的那几个摊主他们锅里头的咖喱鸡汤。对，现在我们要开始烫那个米粉面了，对不对？米粉面跟豆芽，所有的老板都说呢，当年呢米粉面是最受欢迎的。对。好，我们也准备好了这个鸡公碗老板都说是先把米粉面给烫了，放在碗里头，把白鱼饼放在上面，把那个白斩鸡也放在上面，鸡心、鸡胗、鸡肝、酥皮、打爆、马铃薯咖喱汁淋在整碗面，再倒回去。哇，真的是太满了。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Chef Elvin 的呕心制作咖喱鸡面终于给完成了。夜已深，还有什么人听着你醒着数着伤痕？这个我看好像用那个 bleach 洗不掉的，让你永远记得我吧。拜托，好，现在就是试吃的时候了。是，坦白说，可圈可点啊。偶尔你在咀嚼的时候呢，
可以咬到那么一点点的那个花生碎，然后突然间呢就有那个花生的香气，然后那个芝麻的香气不是那么的重，不过它就是在后面那边一直徘徊，是加分点来的。而且我觉得我在喝的时候，我其实是有吃到那个鲱鱼的味道。所以当你在吃这碗咖喱鸡面的时候呢，它不单单只是那个咖喱的那个味道，我现在吃到的这个味道呢，是跟我们去了几个档口不一样的一个味道。或许就是这所谓的那个古早味吧。或许好，这几天呢，就是拜访了不同的那个店家，然后就是煮出这个咖喱鸡面啊。你有什么感想呢 ，Alvin？我倒觉得呢，这次我们还原跟我们上一个系列，当我们包那个肉粽的感觉又很不一样了。那时候包肉粽就很像在家里包肉粽的感觉，是。今天我们整个下午那种感觉又很像是在做街边小贩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印象深刻。是，今天我们两个蛮狼狈的，今天的天呢也在为我们哭泣，落下了绵绵细雨啊。收获也对，好，来继续吃吧。好。